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派罐头。最近这几年，很多人都在说有钱人才国旅，穷人都出国旅游，就是在说国旅很贵。所以我就想呢，不如我就来试试看，全台各县市都用最经济实惠的方法玩一遍。所以我之前就在 IG 还有 YouTube 上面开了一个投票，问问看大家，如果来基隆玩，大家觉得花多少钱是合适的呢？平均大概1500元左右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会用1500元来玩玩看基隆，看有没有办法玩出一个经济实惠。好，那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赞订阅一下吧。那我们出发吧。第一站来到的就是仙洞岩，我自己身边的台北人都不太知道的一个地点。平常来基隆都是下雨天，而且听说最近台风快要来了，今天天气非常好，真的非常难得。那之所以叫仙洞岩呢，是因为听说以前有个仙人在这边修道登天啊，所以有这个名字。那其实这个洞呢，它是海蚀洞哦，虽然看起来离海边有段距离，但其实以前差不多海岸线就到这个地方了。其实这个墙壁呢都是用海蚀洞啊，那当然这些佛像神像都是后来才雕刻上去，有一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跟神工巧匠的结合的感觉。武侠小说不是有很多那种进到一个山洞，然后发现了武林秘籍，在这边就有点这种感觉。这些岩壁都还是有点湿湿的啊，可能有一些地下水或什么的，所以大家如果来逛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在佛像旁边呢，就有这条小路。这边还有特别标示：年长者、过胖的人、重病的人、身体不舒服的人不能进入。因为这边离海岸线很近嘛，所以以前听说在这洞里面就可以听到海浪在拍打这个洞的声音，仙洞听潮。不过现在应该是听不到了，因为海岸那边已经变成了基隆港了。我这边真的是有一种在悟空的小雪山上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这是石壁上面，我们要往前走的路，窄窄的道路。好险，最近这几个月瘦了，不然是过不来的。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再加个身高超过170，建议不要进入。酷，过来这边以后，有个看似可以休息的地方，这可以坐吗？感觉应该是牢固的啦。这上面的黑黑点点的，就是海蚀的痕迹啊，然后长了一些青苔。其实这边好像拍不太出来，我来这边讲话是有一点雾气的，代表这里面算是蛮凉快的。这边就是底部了。一块大石头，很酷哎。那出来仙洞岩之后，往旁边走不到1分钟就可以进来一条小巷，里面有一个叫佛手洞的地方哦。这个小巷从外面看起来完全不会像是一个观光景点，但是它有一个路标指着佛手洞。这个佛手洞呢，它以前也是海蚀洞啊。过去在日治时期的时候，有当过防空洞来使用，看起来错综复杂很多。而且听说以前还有很多蝙蝠。我又看到蝙蝠了，好大一只！哇，这个洞也是相当狭窄，我不知道我钻不钻得过去。这太黑的，我就有点不太敢过去了。万一卡住，可能就没有人救得了我了。洞穴有风险，探洞需谨慎。如果你没有相关经验的话，更不要去乱钻。躺被窝里看一下UP主的视频，想象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我听到蝙蝠了。蝙蝠不会来咬我吧？
我看蝙蝠声音超大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拍到蝙蝠，但我刚刚肉眼有看到，可是可能相机来不及捕捉它，它就飞不见了。我害怕它，它也在害怕我吧。这边可以看到很多这样一个洞一个洞的。听说啦，以前清法战争的时候，士兵可能有在这边驻扎过，有凿开一些位置，可能那时候当他们的床啊之类的。不过他们那时候蝙蝠应该更多，他们敢睡在这里也是蛮勇的。不过这些床位都是以前的人做的，我们现在作为游客就不要再做这些在墙壁上乱刻字的事情了。我们听到张小胖说你呢，还有是谁啊？林猫。走进底部之后，就可以看到这个佛手，可能有点看不出来它是一只手啊，但应该看得出来中间这个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的样子，所以这个洞才叫佛手洞。我还跟如来神掌合个照，这就是孙悟空的视角啊！这个佛手洞其实认真说起来，比刚刚那个仙洞岩还要潮湿啊。接下来这个阿根纳造船遗构应该就比较多人知道了吧？不过我觉得更出名的应该是它对面的正滨渔港，这些彩色的小房子有这个台版威尼斯的称号。那现在呢，阿根纳造船遗构已经是不能进去了。以前大家都可以上去拍很多照片 ，Google Map 上面的照片都可以看到，但现在他们已经围起来了，所以大家就只能在外面看，应该是安全顾虑啦。毕竟上面如果摔下去，应该是非死即伤。但是真的是一个很适合拍 MV 的地方。最近不是很流行什么台湾感性吗？我相信未来应该会有韩团来正滨渔港或是这个造船厂来拍 MV 之类的，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拍片的地方。你想想看哦，如果站在那个上面，然后他们唱饶舌歌，相当有 feel。可惜今天不能进去装逼一下，不然我也想直接站在那上面这样。不过未来哪一天如果偶像真的有来这边拍 MV 的话，我今天就算是一个率先打卡了吧，被偶像倒追的感觉。虽然造船遗构不能去了，但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旁边有这个原住民的一些会馆，可以去了解一下哦。午餐是吃我基隆朋友推荐的，隐藏在这座庆安宫的转角里面，叫庙口咖喱炒面炒饭。我一开始在想说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店名？原来这就是店名啊！我点的是什锦咖喱炒面，老板很贴心的提醒我说，小心咖喱不要喷到衣服上。我自己觉得这个面最好吃的应该就是这个猪肝了。酒足饭饱，中午大太阳这么大，我们该找个地方吹个冷气休息一下了，好不好？前面这家维乐客是基隆第一家 K-pop 周边哦。基隆的朋友，你们终于不用再跑去台北才能买到 K-pop 周边了。这间维乐客布置的相当精美，冷气超凉超舒服，店内也是不断放着 K-pop 歌曲，真的非常适合在午后的时间过来逛逛。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周边小物实在是太多了，实在很难克制住掏钱包的欲望啊。之前我发过一个 aespa 的短影，很多人在问真迷你专辑，这里有超多卡宝跟东宝，怎么连猎魔女团都有了啊？太酷了吧 ！BLACKPINK 的联名黑卡是韩国的交通卡啊。现场也可以抽妙的小卡，店家还很贴心的准备了开箱区，剪刀、美工刀、测试手灯的电池都有准备，也有手机架方便你录影开箱。我今天买了一张 Chiquita 的小卡，大家知道吗？基隆是全台防空洞密度最高的地方哦，而我现在要来的地方就是信二防空洞，这是最近这2年才开放的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。这边有安全帽可以自行取用，这里面是整理的非常的干净，完全适合观光跟躲猫猫啊，可以在这边睡个觉。
真的有事情的时候，这里应该是可以容纳下不少人的。一家4口，再加一只狗吧。这个防空洞呢，是大概建在2战时期的，本来是日军作为战时的指挥所，到前2年才开放参观。里面非常的凉快，走进来的时候是需要稍微弯低一点身体的。它比起我早上去的那些没有那么潮湿啊，比较干净一点。现在有些地方还是封闭的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开放更多地方。在这个防空洞底部有个电梯。可以上去基隆塔，但如果你想要自己爬上去也是可以的。哇，戴完安全帽之后，我的头发整个崩掉了。上来以后就可以看到主普坛了。这个主普坛呢，是在中元节的时候就会办很多的法会啊，跟一些活动。它这个月是鬼月嘛，所以想必这里会越来越热闹。在这个主普坛的右手边过去，这个橘色的桥就是基隆塔，也是这2年才开放的。这个桥有87公尺左右吧，高度好像是64公尺。身为惧高症的患者，我是不敢往下看的，我就只敢盯着荧幕看，下面的就交给镜头吧。在基隆塔下方有一个人文空间，可以点杯饮料，吹着冷气，静静地看着书滑手机。基隆的晚餐呢，想必就是要吃我心心念念的海鲜。我决定要来找个生鱼片来吃。那我的基隆朋友呢，有推荐我一个叫做晚九生鱼片的，但偏偏呢，他礼拜1跟礼拜2都休息，所以我只好另外找了2家，一家叫阿布拉海鲜，一家叫荣生鱼片。这2家距离蛮近的，我等等看哪一家排队比较少，我就去吃哪一家。鲑鱼、鲔鱼各200，鲑鱼各200，内用外带。这家荣生鱼片呢，虽然名字叫做生鱼片，不过从菜单上来看，感觉比较像是在卖热炒。那他们的热炒客人也是非常多，除了我刚刚拍到的餐厅的座位区之外，他们后面还有一整间的室内的用餐区，但基本上都是给热炒客人啦。那在生鱼片那边有贴一张纸条说，座位比较偏向供应给热炒的客人。如果你是想要单点生鱼片的人，像我，他建议是外带。刚好外面的桌子空下来了2桌，所以那个师傅就直接跟我说啊，不然你就坐这边好了。我刚刚也算是配合啦，没有拖拖拉拉的吃。那如果你之后来到这家店，也是想要单点生鱼片的人呢，就尽量配合店家。如果不方便内用的话，就选择外带。但如果你在店内点热炒的客人的话，他们是非常欢迎热炒的客人是可以来点生鱼片的。好，玩了一整天。总算该回家了。今天1日的基隆 vlog 大家喜欢吗？那我今天去的所有景点都是免费的哦。当然有些地方你想要额外消费一些餐厅啊，或者是之类的都可以。不过我今天主打一个经济路线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说你想看我去哪一个城市经济旅游一下呢？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一下。那我现在有开通会员，欢迎加入我的冠家军哦。我是海飞罐头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Tell me what's wrong.